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人生不缺朋友，但缺贵人也可以讲说人生朋友很多，但缺贵人意思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朋友，然而朋友多并不代表贵人就多了，甚至有时候呢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这个是很多人的体会那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这句话，虽然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也不无道理的。因为有时候呢，贵人是从我们众多的朋友当中的出现的，然而有时候贵人也未必是以朋友的方式来出现也就是说，虽然不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但却是我们的贵人例如批评你的人，或给你挫折的人，或让你跌倒的人，甚至是伤害你的人，或是一位对我们的严格的上司一位当下提醒我们的人甚至对我们讲话很直接很不客气的人，那这些人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但这些人却是让我们成长的很多，所以这些人也是我们的贵人贵人不一定是熟朋友啦，有些贵人可能是在我们人生关键时刻呢助我们一臂之力有时候呢一个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呢，远远胜过很多普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贵人的出现呢而改变我们的一生都有可能那同样的道理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成为别人的贵人即使我们跟他不是很熟的朋友啦，但却有缘去助他一臂之力在他很需要的时候呢伸出援手一些志工们投入灾区啦或者去照顾户的家里去居家关怀送上温暖就是最好的例子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不但志工是照顾户或灾民的贵人，那照顾户跟灾民更是我们志工的贵人彼此互为贵人互相感恩，互相成就因此慈济志工把照顾户尊称为感恩户就是感恩对方给予我们奉献爱心的机会道理在此那所谓的贵人不是专指有钱或有势的人而是在我们迷惘的时候呢点醒我们的人，或在我们陷入低谷时拉我们一把的人或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呢愿意提醒我们的人所以有时候很多朋友可以陪伴我们聊天或陪伴我们吃喝玩乐但真正能够影响我们命运的或影响我们生命的人，那可能只有那区区的一两个人而已因为能够陪你吃喝聊天的人很多啦，但愿意拉你一把的人呢就不多了啦这个就必须透过患难才能够见到真情我们一生都在找贵人但很少人会清楚我们要找的这个贵人是要来帮助我们做事成功呢，还是来帮助我们心灵上的成长呢因为贵人帮助我们的层次跟性质有所不同有时候呢人家帮助我们，那反而会让我们成为一个越来越有依赖性的人看起来是好事，其实是暗藏隐忧这个就好像从小靠拿拐杖走路长大以后没有拐杖就不会走路一样相反的，有时候人家对我们讲话不中听，却是对我们在醍醐灌顶反而让我们成为一个心智向上提升的人所以贵人的定义我们也需要理清楚是什么样的贵人一个人的生命中有没有贵人虽然很重要，但有没有善知识呢是更加重要贵人跟善知识有什么不同呢贵人跟善知识在概念上呢彼此是重叠的，很相似，但不完全相同贵人是比较世俗的用语是强调在我们人生中能够帮助我们顺利前进的人在我们困难时能够拉我们一把，或能够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冤枉路
所以贵人是重在事项跟因缘的成就啊。虽然给我们机会了，但未必他会教我们修心哦。能教我们修心来提升心智的人，那这个不只是贵人而已啊，更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所以贵人跟善知识在层次上是有不同之处啊。那什么是善知识呢？这个词是出自佛法的概念呢。学佛的人经常用善知识的词汇呢来取代贵人哦，那善知识主要在于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啊，跟提升我们的心智。那善知识的话不一定让我们听得很舒服哦，但一定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善知识是重在法跟心的成长，那这个跟贵人是重在事跟缘，两者有所不同啊。总而言之啦，善知识也是贵人啦，但是他是更高层次的贵人啦。但是贵人就不一定是善知识哦。贵人让我们走得快，善知识让我们走得正啊。那走得快不一定走得远啊，但是走得正一定走得久。好，简单说一句啦，贵人是在帮我们顺利，善知识是帮我们觉醒。好，那贵人是给我们外在的帮助，那善知识是给我们内在的觉醒啊。所以贵人不一定是善知识，因为善知识的层次是更高啊。那善知识在本质上是贵人啊，他的本质是贵人，也是贵人嘛。但是在感受上未必像是贵人啊。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呐，因为贵人是让我们顺啊，那善知识未必是让我们顺，甚至逆受我们啊。举例来讲，大家就更清楚了，就好像师父在棒喝弟子啊，让弟子感觉好像被教训嘛，滋味很难受。然而师父这样的用心良苦，其实就是在做弟子的善知识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懂了嘛。那师父棒喝弟子，指出弟子的问题啊，让弟子的面子受伤啊，让弟子的心里很不好，很不舒服。但如果做弟子能够转念，看到自己的盲点呢，修正了自己的习气啊，因此而提升了自己的心性，增长了自己的道业，那这样就是做弟子的从难受的感受提升到受用的成长啊。简单讲就是顺着你说的话就进不了你的心呐，逆着你说的话才会让你记住一辈子啦。所以为什么要棒喝啊？为什么要逆受你啊？温和的提醒你听不进去啊，所以就要当头棒喝啊，因为习气太重了当头棒喝啊，才能对吧？一语惊醒梦中人呐，一棒打醒梦中人呐，这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应机施教了啊。那同样都是责备的话呢，动机跟出发点都不一定一样哦。那一般人的责备是在发泄情绪嘛，我们做错事情他责备我们嘛，有一点在发泄情绪啊，指责我们的对错啊，让我们更痛苦啊。但善知识的棒喝没有私心的，是心存慈悲的，是为你好而点醒你啊。所以外表看起来好像都是在责备，但内在的动机完全不同啊。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哦，不是所有让我们难受的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哦，不一定是这样子哦，这个要分辨清楚。能够让我们难受之后呢，是让我们更清楚呢，还是更混乱呢？如果是让我们更自卑、更怨恨，那这个人就不是我们的善知识了。相反的，如果让我们更加的警惕、更加的受教，并且让我们心存感恩，那这个人是我们的善知识跟贵人。所以不能把被骂啦或被责备啦直接等同于被成就这个要理清楚。因为一般凡夫的心理是这样被师父指责还能够欢喜信受啦心存感恩啦，但是被朋友指责呢可能就会心存反感甚至起嗔恨心都会那这个就牵涉到
圣者跟愚者的德行跟众生缘的问题啊。所以同样一句话啊，有德者讲出来跟无德者讲出来，这个力道跟影响力是大不相同啊。激励我们向善或成就我们行善的人都是贵人，更是善知识。而扯我们后腿的人更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有人扯我们的后腿，才练就了我们一生的腿劲啊。因为生命中啊最难缠的人跟最艰难的经历，往往让我们学习的最多嘛。所以只要能够心存正念，心存感恩，小人都可能变成贵人啊。因为你懂得借力使力啊，你懂得见不贤而内自省啊，懂得择其不善而改之，是改自己，不是改别人啊。这样小人也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要把别人当作小人还是当作贵人呢，也是存乎一心啊。心中有佛则看人人是佛啊，心中有鬼则看人人是鬼啊，也是这样的道理啊。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一生中就遇不到贵人或者善知识？为什么？这个有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只想听好话，这种人只喜欢听赞美他的话了，不喜欢提醒他的人。第二个原因呢，把提醒当作伤害，连建议他都会心灵受伤。你看你看这样的人是多脆弱啊！就好像生病了，你却只能够拿糖果当药医耶，那这个病怎么会好呢？所以不是没有善知识或贵人，而是把善知识或贵人当成敌人呢。第3个原因呢，心门不开啊。碰到善知识或贵人出现的时候，那自己把心门关起来啊。不是没有善知识或贵人，而是自己没有准备好接受，所以封闭自己啊，或者自己没有智慧把握啊。这3个原因啊，其实严格来讲，真正的善知识不一定是指人而已而是一切的境界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善知识啊。因为顺境是提醒我们要感恩嘛，对不对？那逆境是提醒我们要修心啊，那以心转境不是吗？也就是处顺境要有无常观，处逆境要有因缘观。尤其当我们学会反观自照的时候，人人都是贵人呐，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是吗？所以事事都变成善知识啊，所有境界都是美的了啦。所以也可以说，遇到贵人是福报啊，遇到善知识是智慧，能够同时遇到贵人跟善知识，那更是福慧双修的境界了。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福报的人即使贵人在你面前出现，你也会错过；没有智慧的人，即使善知识在跟你讲话，你也听不进去了。所以最好的境界是看得见贵人的帮助，也听得进善知识的提醒当一个人的心智修炼到很成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念头就是处顺境时感恩人人是贵人处逆境时感恩处处善知识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贵人，一切的境界都是善知识生活中难免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人对不对？甚至这个人常常挑我们的毛病让我们难受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是碰到小人很不投缘的人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他让我们学习堪忍跟反省念头这样一转，小人变贵人了，小人变成善知识了在很多志工的这个现身说法里面我们时常会听到他们上台感恩成就他做志工的人例如有些人感恩先生在他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帮忙照顾家里的孩子。那有人就会感恩太太啦在他参加赈灾的时候呢，感恩太太帮忙照顾生意那有人感恩孩子因为孩子参加儿童班上课才让父母有机会接触到近思语好话
然后自己在那边耳濡目染，从中受益啊，到最后自己也投入志工行列了。那也有人感恩妈妈，因为当初要不是妈妈用心良苦啊，鼓励他参加一些慈济的活动，今天他就不会懂得许多行善行孝的道理了。那也有人感恩同事或者朋友啊，当初要不是他们的热忱邀约啊，就没有今天我们在这个正善美的团体里面修身养性的机会了。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啊。那这些让我们心存感恩的人，就是让我们慧命成长的贵人啊，不只是贵人呢，更是善知识。我自己的情形也是一样啊。当初要不是我家师姐的一句话，我跟你讲哦，一个企业家一年当中啊，抽不出10天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企业是失败的啦。我家师姐讲这句话，我被激励啊，从此呢投入身心灵的工作啊，从中调整了很多自己的观念，改变了一生啊。所以我家师姐也不只是我的贵人啊，更是我的善知识啊。同理啊，要不是我的父母啊，对我这个做儿子的这样慈悲跟宽容啊，降低我做孝子的标准啊，提高他自己的水准。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要推动慈济工作，肯定会有后顾之忧。对，要不是2位女儿她不让我们当父母的操心烦心啊，那可能我跟我家师姐就无法全心投入慈济之业啊。这些生命中的善知识成就了我们的道业啊，心存感恩呐。因此家人也是我们的贵人呐。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呢，阿难呢跟着佛陀出门托钵啊，途中休息的时候呢，佛陀要阿难把听过的法呢再讲一遍给佛陀听。那阿难就跟佛陀分享什么善知识的重要了。阿难就说了，人如果能够不忘记善知识，常常乐于亲近善知识，那就等于成就了一半的梵行的啦。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了哈。那佛陀听了就说，你刚刚讲的一半梵行还不够，人如果一生修学佛法，能永远不忘记亲近善知识，就等于是满分的梵行的啦。那佛陀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啊，我们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甚至越精进反而越偏离正道。相反的，如果有善知识的引导啊，则纷纷努力，纷纷收获啊，并且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啊。所以佛陀才会说，哎呀，亲近善知识就可以说是圆满梵行的啦，道业具足了啦。阿难就回答说，哎呀，我的智慧还不够啊，佛陀讲的实在是圆满啊。那这一则佛经上的故事呢，启示我们善知识在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啊。生命中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善知识，是我们没有智慧，没有分别智呢，去分别善知识啊，或者我们也没有智慧去把握善知识啊。那有些时候则是什么？有福报碰到善知识，但执着于自己的我相，无法亲近善知识。我也不比你差，我也懂得不比你少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要亲近你啊？这个就是我执啊，甚至是我慢啊。所以才说巧遇善知识是福报，不懂得亲近则属于欠慧。善知识的一句好话可能改变我们的一个观念呢，那一个观念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呢。所以佛陀才说嘛，如果人能够乐于亲近善知识，可以说就是满分的梵行的啦。所以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这辈子我们所结交、所亲近的善知识呢，不是仅止于这辈子而已而是会继续成为我们下辈子的好姻缘会延续下去所以这样子的好缘是什么？源远流长，生生世世啊。所以生命中如果要有善知识，就要先广结善缘，广结善缘才会处处有好姻缘嘛。那要这样就要怎么样？
就要怎么样？懂得广种福田呐。善缘结得广，善知识自然无处不在。这样好人跟贵人悉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所以如果觉得自己生命中小人偏多，不但没有贵人，还小人偏多，那这个就要了解，这也是不离因缘果报的真理哦。也就是说，上辈子你可能也是障碍别人的小人，能这样去关照自己啊，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因为始作俑者还是你自己啊。对，你有种那个因嘛，对，才今天得这个遇到小人的果嘛。那善知识是人生的智慧明灯啊，人生路的智慧明灯啊，会让我们的身心长期处在光明照耀之下，日渐清净。这样身心清净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啊。其实自己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大的贵人，有没有被重要，也不是完全决定在别人啊，而是决定在自己啦。与其要别人对我们重用，不如自己先自重。不是别人的重用不重要，而是自己重用自己更重要。自己都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那谁会看得起你啊？是吧？所以老天爷就是我们最大的贵人。不过有附带条件，就是你必须先做自己的贵人，你要先懂得自助，才会得到天助。英文有一句谚语叫做 "Heaven helps who helps themselves"， 中文叫做天助自助者啦。这个告诉我们，生命中要有贵人，就要自己先去做别人的贵人，而且要做自己的贵人。不但如此，还要时常去做帮助别人的贵人啊，这样好姻缘才会生生不息，命运才会越来越好了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人生不缺朋友，但缺贵人，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